Hello， 大家好，我是 Randall， 我是 Echo。今天终于有时间给大家做一期视频，分享关于加拿大这边的征信报告，以及如果有问题的话，如何去修改它。那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吗？就是我们去年11月份的时候办银行贷款，当时是在做银行的预批，然后我们发现预批下来的贷款额度比我们想的少了一些。贷款经理那边呢就跟我们说，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信用报告里面有一笔贷款，但我们实际上是没有贷款的。后面我们就发现其实是信用报告搞错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在努力的想把信用报告改好。这里呢顺便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加拿大的信用系统。加拿大这边呢主要是看两个公司的信用报告，一家是 TransUnion， 一家是 Equifax。那我的情况呢就是 Equifax 的信用报告有问题。这期视频呢主要就是分享如何改 Equifax 的信用报告。那信用报告有问题可能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只有一条信用记录有问题，可能是多了一张不属于你的银行卡，或者多了一个不属于你的手机号码，再或者就是地址错了。那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稍微好处理一点，这个只需要在网上填它的那个 dispute 的表格，然后提供你的相关的文件，那么过一段时间呢它就会把你这个情况修改好。第二种情况呢我觉得就可能没有那么好处理，这个情况呢就是我碰到的这个情况，就是两个人的 profile mix 在一起了。那这种情况呢可能会表现出以下这些现象，那这些都是根据我的这个情况来给大家分享，可能还有其他的表现。那首先呢第一点就是你的名字可能不对，可能多了一个 middle name， 或者你的 last name 也不对， first name 也不对，但看起来又很像。第二个呢就是你的 SIN number 不对。第三个呢就是你的信用报告里有大量的不属于你的银行卡、信用卡还有贷款。第四点呢就是信用报告的 inquiry 里面有很多你不认识的 inquiry。那 inquiry 呢是指当假如说你办贷款的时候，银行啊或者金融机构会去向这些信用机构去拉一次你的信用报告，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次 inquiry。第五点呢就是当你去改这个信用报告的时候，你以为是第一种情况对吧，只是有一条信用记录有问题，你去改了之后改好了，但过了几天呢这条信用记录又被错误的信息给覆盖掉了。那出现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是两个人的 profile mix 在一起，就是你改好的信息反复的出错，然后你反复的去改，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是吧？是的。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给客服打电话，你可以让他去看一下你的这个档案是什么时候建的，那很有可能呢你的档案建的时间远远早于你来加拿大的时间。像我当时我的档案是2010几年建的，那我其实2022年才来加拿大，所以那显然不是我的信用报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个人的信用报告混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呢？我其实有问过当时的客服，他的解释呢就是你们有可能有相似的名字，以及你的 SIN number 可能是他用过。那大家也可能会有这种疑惑啊，为什么会出现 SIN number 一样的情况？但其实不完全是说一样，那主要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 SIN number 他之前用过，因为 SIN number 是从1964年开始使用的，而且对于像我们这种临时居民、工签和学签的持有者， SIN number 是从9开始的，也就是说只有8位可用。那这么长时间肯定可能会有人用过你的 SIN number， 那他之后变成PR 或者 Citizen 之后，它的 SIN number 又会变，那这个 SIN number 又会拿出来重新给你来用。这种情况出现呢，可能就会导致你们两个的 profile mix 在一起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之前修改好的信息又反复被刷掉，然后又变成一个错误的信息。对，因为金融机构以为现在的你其实是那个他，是吧？对，他认为这个档案其实不但属于另外一个人，还属于你。但他更新另外一个人的信息的时候呢，就会把错的登到你这里面，所以就两个人都同时在往这里面改东西。这其实是一个系统的错误问题。对。那我们当时是具体怎么操作的，才最终把这个信用报告改好的呢？我觉得处理这种两个人的 profile 混在一起的情况，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你知道是这个情况的之后，每次你去打电话去催进度去问的时候，一定要很明确的跟他说，你要处理的情况不是说我把信息改一下就对了，而是要处理一个 mix profile。就是这一点是在你打电话的时候要跟客服说清楚的。对，明确的告诉他，你单纯把这条信用记录或者这几个信息改对是不能解决我的问题的，你要给我建一个新的档案。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当时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客服他不一定能够 get 到我们所说的这个点。对，他就是说，哦，你的信息有误了，那我帮你改一下吧，或者说这个信息我没有权限改，我可以就是报告上去让别人帮你改。对，我们其实也是在打了一些电话之后，直到有一个客服告诉我们说，你这个情况是因为 SIN number 导致的，然后呢，需要创一个新的档案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改信息是没有用的，我才是打电话一直追着他们去帮我开一个新的 profile。那我们打电话的经验呢，就是客服不一定能很好的理解这个状况。那我有几个小的 tips 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可以帮助你们跟客服去进行沟通，让他们很快的理解这个情况。第一点呢，就是提醒客服看这个 profile 的 create date， 就是这个档案是什么时候创建的。那结合你什么时候来的加拿大，这个呢可能就能说明说这个档案曾经属于别人。第二点呢，就是给他分享你之前 dispute 的这个申诉的这个经历，比如说我的 SIN number 改成对的，过2天又变成错的了，我的名字始终不对啊，或者说我的这个银行卡删了之后它又回来了，然后我自己的银行卡又被删掉了，就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你给他分享出去，他能理解到应该就是这种情况。那第三点呢，如果这客服始终没有理解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经验的原因，那么可以去申请找他的 supervisor， 他的 manager。那这些 supervisor manager 呢，是能比较好的理解这个状况。那最后呢，当他们理解了这个情况，决定给你创建一个新的 profile 之后，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你要一下当时给你处理那个人的 plate number， 或者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工号。那你要到这个工号呢，就非常方便你后面再去打电话去问进度。有了这个 plate number 呢，你就可以找到原来的那个客服，这样可以避免很多无效的重复的沟通。因为如果你直接打这个客服的电话的话，是随机一个客服去接电话，你可能要重新给他解释这个状况。因为不是客服来建档案，是他们有一个 back office， 他们在建，他就可以去帮你去追进度。那我这个创建新的档案这个时间总共花了可能1个多月，但是呢，从我发现我的信用报告有问题到我最后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要花了接近4个月。前面几个月呢，其实是在反复的修改之前的信用报告，那这个是毫无进展的。直到有一次有一个客服告诉我，我们这个情况属于 mixed profile， 我们才开始走上正轨，去建一个新的 profile。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够帮助大家高效快速的解决自己信用报告的问题。如果有类似经历可以分享的，欢迎大家在下面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